3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面对采访时坦言，现在的乌克兰是极度缺乏炮弹，急需盟国的援助。但众所周知的是，北约对乌援助在今年是有明显的放缓趋势。于是大兵有些好奇以往乌军的炮弹是哪个国家提供的？一查之后才发现，远在亚洲的韩国竟然是对乌援助炮弹最多的国家。所以今天大兵就带各位看看韩国对乌援助了多少东西，以及其军工和国防实力。其实在对乌军援这件事上，韩国表现得较为低调。早在俄乌战争开始后，韩国就通过将炮弹租借给美国的方式，间接地向乌克兰援助炮弹。这件事直到2023年3月份才被一位韩国政府官员曝光，并且爆出当时的韩国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55万发炮弹。这些炮弹呢是源自于 WRSAK 计划，翻译过来就是朝鲜半岛战略储备物资。该计划起源于1974年，美国需要每5年向韩国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以预防随时可能恶化的半岛局势。这些武器在到达韩国后就属于韩国政府所有了。而到了2004年，美国国会又发起了逆向的 WRSAK 计划。该计划呢允许美国回收储存在韩国的弹药。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对炮弹的需求量急剧上升，而美国每天的炮弹产量是不足乌克兰需求的1/10。于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就找到了韩国政府，因为他们经过计算美国这么多年送给韩国的炮弹基本都原封没动韩国可以在41天内提供超过33万发的炮弹，这样就能暂时解决乌克兰的炮弹危机。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比较好奇，反正是要援助给乌克兰，韩国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要先把炮弹送给美国，再由美国交给乌克兰？难道就不能直接把炮弹送过去吗？这样效率不是更快吗？这主要是源于韩国对外贸易法中的一道规定，韩国不允许向战区提供武器，所以韩国只能先向美国提供填充美国炮弹的库存，然后美国再将自己的炮弹运送至波兰，最后呢再进入到乌克兰境内。韩国提供的这批炮弹大致是分为3种，一种呢是在冷战期间生产的 KM6.25， 以及后来生产的 K307 和 K310 炮弹。K307 呢属于减组增程炮弹，射程为54公里，而高频两用的 K310 射程为45公里，采用北约标准的155毫米火炮，基本都能发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炮弹的制造厂商就是大名鼎鼎的现代集团，没错，就是那个生产汽车的。关于它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次提到。除了变相的援助炮弹之外，韩国人还以人道救援为目的，向乌克兰援助了其他的武器装备。2023年9月，韩国向乌克兰交付了2辆 K600 扫雷车。K600 依旧是现代的子公司制造的，它是基于现役的 K1 装甲救援车，底盘呢是韩国主战坦克 K1A1 的同款。其设计目的就是作为战场上的移动掩体，并顺带清理战场障碍物和地雷，辅助部队快速通过敌方防区。首次亮相在2018年的高阳陆军展览会。整辆扫雷车是重62吨，由12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使其能够达到高达60公里每小时。该车辆由2名机组人员操作，他们坐在车辆左前方的装甲驾驶室中，驾驶员位于前部，指挥官紧靠后方。车头这个形似铲车铲斗的东西被称为开路矿离或者是全宽矿离，该设备由培生工程公司制造，这家公司呢等下我们也会提到。当扫雷车开过泥土后，会抚平凹凸不平的路面，最大可以清除30厘米的坑洞。全宽矿离具有磁性，可以翻出藏在里面的地雷。除此之外呢，在2022年3月起，韩国向乌克兰运送了4批非致命性军事援助，包括头盔、防弹背心和探雷器等设备，价值约300万欧元。截止2023年7月，韩国分4次运送了总价值48.5亿韩元的非致命装备，主要是用于提高士兵生存率的各种物资。在2022年12月，韩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1亿美元，用于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指定乌克兰为优先合作国。
说到这里啊，有的观众可能会担心，韩国援助了这么多炮弹，那它自身的国防该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大兵就和各位介绍一下韩国的军事实力。由于长期紧张的半岛局势，所有韩国男性年满18岁后需要强制性的服义务兵役，服役时间过21个月后便可以选择退伍或者继续服役。继续服役呢，便是韩国的现役士兵。目前韩国共有现役部队60万人，预备役部队310万人。陆军呢是韩国武装力量的主力，共有36万的现役部队，整个陆军共拥有11个军、39个师和19个旅。目前韩国共有2300多辆主战坦克，包括1027辆 K1 坦克、484辆 K1A2 坦克、260辆 K2 坦克、680辆 M48 坦克以及少量的苏系坦克，其中大部分都是冷战时期的老东西了。比较有战斗力的就是 K2 黑豹坦克，其开发始于1995年，大部分零件都在韩国本土生产。比如说框架和组装就是现代集团的子公司现代乐铁负责的。有去过韩国旅游的朋友啊，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比较熟悉。该公司呢是仁川地铁、釜山京海轻轨、新盆塘线的承包商。最近呢，它还承包了台湾桃园市的桃园捷运绿线，预计2026年完工。而它的主炮呢是同为现代子公司的现代威亚，负责开发制造。它是韩国第2大的汽车零件供应商。这口120毫米55倍镜的滑膛炮采用了现代威亚自研的镀铬技术，使其更加的耐磨，使用寿命更长。发射脱壳稳翼穿甲弹时，初速能达到1800米每秒。1996年，韩国从俄罗斯买了一批 T80 坦克，并对其进行了研究。随后呢，浦项制铁结合在 K1 坦克上的经验，独立研发了用于 K2 黑豹的陶瓷装甲。不过，由于韩国政府对该项目的严格保密，我们并不能得知其装甲的实际性能。理论上呢，是应该不会弱于 T80 的，但根据网上披露的设计图 ，K2 或许和 T80 一样，存在侧面装甲过薄的问题。整体来看 ，K2 坦克是一款性能均衡的第3代主战坦克，而且现在正在计划装备硬杀伤主动防御系统。而且价格呢也不算太贵，每辆 K2 的成本约为850万美元，和动辄上千万的北约主战坦克相比，也是一种不错的替代。所以在2022年，波兰一次性向韩国订购了1000辆的 K2 坦克，其中180辆在韩国生产，820辆在波兰生产。而在2023年，波兰又和韩国一次性的签订了价值127亿美元的军售订单，该订单是韩国历史上最大的军售项目，包括新的春5火箭发射器、K9自行榴弹炮和 FA50战斗机。春5火箭炮系统在2009年开始研制，用于对标朝鲜的 BM21。该火箭系统在很多方面都形似美国的 M270，甚至两者所使用的弹药以及自动火控系统都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但春5的成本呢，却比 M270少了100万美元，基本可以视为 M270的同速异形体。而 K9自行火炮在外观上也有些神似美军的 M109A2。但其生产公司则是三星的子公司，发射 K307时射程为40公里，射速为每分钟6发，从部署到开火仅需60秒，整体性能不错，而且呢没有出口限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韩国的确已经占据了全球榴弹炮市场的55%的份额了，在和波兰完成交易后，这个数字呢将上升到68%。和陆军不同，韩国目前缺乏独立制造战机的能力，其空军战机基本全靠美国出口。不过呢，这或许不是坏事，毕竟美国的飞机除了贵，也没有什么缺点。目前韩国拥有39架 F-35、167架 F-16、59架 F-15K 以及其他159架轻型战机。F-16和 F-35想必各位都比较熟悉了，这里大兵就不再赘述了。但是 F-15K 这个型号就比较特殊了，这是 F-15E 的韩国特供版，其中韩国负责40%的生产和25%的组装。韩国龙头企业三星集团负责飞机的电子干扰器和雷达，发动机呢由三星子公司提供，机身机翼以及飞控系统也由韩国企业制造。相比于原版的 F-15E 呢 ，F-15K 除了大量韩国产的零件外，在功能上也有几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它集成了红外瞄准系统，用于加强 15K 在夜间的战斗能力。
除此之外，原版的 F-15E 没有的联合头盔提示系统 F-15K 也给配上了。总体来看呢 ，F-15K 是 F-15E 的信息态势强化版，使其能够在以地面战争为主的半岛更好地扮演攻击机这一角色。除了 F-15K， 韩国还有另一款战机是值得一说，它就是原本为教练机的 FA-50， 它的原身呢是 T-50 教练机。该机呢是韩国自研的第一架超音速教练机，起名字里的 FA-50。和美国海军的 FA-18 大黄蜂不同 ，FA 的意思呢，代表这款飞机介于战斗机和攻击机之间，定位呢类似于俄罗斯的战斗轰炸机。其使用的 ELM-2032 雷达也装备在法国幻影米格2仪中，性能是要略高于 F-15K 使用的 AN/APG-63V1 雷达的。在2023年的应对雷霆演习中 ，FA-50 成功的在一次模拟战中将 F-22斩于马下。这就有些令人惊讶了。F-22是美军最强的空中优势5代机，无论是机动性还是隐身能力，都是要优于当时的 F-35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家 FA-50是怎么锁定的 F-22，但至少可以证明，F-A-50是同样拥有出色的空战能力的。韩国人更是称其为小 F-16。而且该战机在出口难度，同时其价格仅为4000万美元一架，相比于1.2亿一架的 F-16、FA-50显然更为经济了。因此，一些国家会使用 FA-50作为空优战机的备选，比如伊拉克、波兰和一众东南亚国家。目前呢，韩国已经出口了76架的 FA-50了。韩国海军的人数大约在7000人，包括了海航和海军陆战队，共有各类型舰艇150艘，主力为4艘1万吨级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该级驱逐舰的主炮呢为美国海军常用的 MK45 Mod 4 127毫米舰炮，阿里伯克级用的也是这款。除了舰炮相同，世宗大王级驱逐舰的雷达、机动能力、电子控制系统也与阿里伯克级神似。从外观上来看，两者最大不同的呢是阿里伯克级拥有96个垂发单元，而世宗大帝级呢共有128个垂发单元，能够发射包括 RIM-66 标准反舰导弹、玄武3对地巡航导弹，其垂发单元数目仅次于与俄罗斯的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因此呢，也有人认为，相比于驱逐舰，世宗大帝级应该归类为导弹巡洋舰。综合来看，韩国装备的科技水平还是处于中上游的，其很多技术都是美军的完美复刻版，但装备的价格相比于原品更有优势了。这也使得最近几年韩国的军售额是一路飙升，成为北约的第3大武器供应商了，占比4.9%。由于韩国军队在体制上存在一定缺陷，经常爆出各种不利好的消息，其真正的作战能力呢，还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